大家好，我是维金，大家好久不见啊！各位观众朋友都知道，我在去年6月份租了一个农村小院儿，到现在已经快1年了，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吧，就一直没有动起来。都有观众朋友在说我这个不是拖延症，而是拖延癌了。但是现在出现了医学奇迹啊，我的癌症治愈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就正常更新了。在干活之前，先换一下旧衣服。在去年我租这个院子之前，已经有10多20年没人住了呀。当时租了之后，就把原本工作室的所有东西搬过来了。但是搬过来之后，当时是并没有收拾，所以就非常乱。我准备先单独的整理一个房间出来，然后把这个房间整备完成之后，再去慢慢的处理整个院子的问题。今天处理的这个房间，其实在去年已经处理过一遍了。这是去年没有处理之前，墙上的水泥都已经脱落了呀。当时是给整个墙体重新刮了一遍腻子，然后上了漆。所以今天就把杂物先搬出去，然后开始整理地面。这个房子的年龄确实很大，所以导致它地砖表面有很多洗不掉的东西，所以处理好之后，其实效果不是很好。所以我就想给它重新贴一层贴皮上去。从今天开始更新之后，我应该是能保证1周至少1条啊，毕竟癌症都治愈了，对吧？尽量1个月5、6条吧。这一次真的不是忽悠大家呀。还有就是把这个房间处理好了之后，就给大家做当时答应的惩罚，好吧？杂物搬完之后，先把整个房间做一下清洗。然后在这儿我又发现一个问题，这个自来水的出水量特别小，还没我家狗拉的尿多。这种院子也不是楼房，应该不存在说水压问题导致水很小啊，然后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反正这个院子的问题很多呀。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厕所，也不能说没有厕所吧，它只有一个旱厕，就是那种和猪圈靠在一起的。原来养猪的话，可以把这些肥料拿去种菜，但是现在没有猪，就只有一个坑儿，所以还得自己处理这个肥料。以后开一块菜地吧，种点有机蔬菜，绝对的纯天然无污染啊，不使用任何化学肥料，全都是人工肥。在洗完这个房间的地面之后，因为这个水干的不是很彻底，所以先晾一下，再给这个房间去贴地砖。趁着晾的时间又搬了一下东西，把这些箱子全部攒到了走廊上面。等贴皮贴好，就把这些箱子整理一下，做一下分类。今天其实算是正式拍摄的第一个视频，所以质量其实不是很高啊。之前一直不更新，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不知道拍什么大家才会喜欢看。毕竟现在关注这个号的朋友其实都是很早的老观众了，怕拍的不好大家失望，所以就一直很纠结。但是一直不拍也不是回事啊，所以还是先拍，边拍边去调整改正。我自己也会去学习，但是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想法，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也会去参考。其实就像最开始做催眠日记那个号一样，最开始其实是啥都不懂的，都是慢慢的调整改正，到现在才会有这么多人愿意看。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各位周末快乐。我上一期视频不是说我想先处理一个房间出来吗？但是今天去工作室看了一下之后，发现这个想法不够效率。因为我2个房间都要用，一个房间是专门用于拍摄，然后另一个房间是做后期，他们都需要重新刷墙、走电、处理地面，那我就没有必要单个的去处理啊，一起处理的效率就高太多了。所以今天先把堂屋也收拾出来，把所有的东西搬出来，清理一下地面。现在搬出来的很多东西就是我上一期视频从隔壁搬过去的，现在又要搬回去。
大家不要觉得我没有做规划呀，其实我是做了整体规划的，只是规划的没有那么细，因为我本来就比较粗啊。现在就先把所有的东西搬出来，然后把地面做一下清理。上一期视频发了之后，很多观众朋友不相信我的拖延癌治好了，说我又会消失。现在大家应该相信了吧？距离上一期视频才过4天，我又更新了。大家现在都可以给我发一个劳模的锦旗，我每天催眠日记日更，然后1周给大家更新2个自己做的，这不是堪称劳模吗？对吧？现在房间里面的东西已经是搬完了，但是这个堂屋还有一个小问题。四川农村这边有一个民间风俗，就很多的家庭会在堂屋供奉先人牌位，然后经常会上香上蜡。这个房间也是啊，地面上还有很多残留的蜡烛印记。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上一期视频有观众朋友在问这个房子有没有红环。其实这种老房子肯定都会有老人家去世，这个很正常的，对吧？然后我当时在租这个房子的时候，房东当时是找了先生算了时辰，他已经把先人牌位请走了呀，所以我把这个蜡烛去掉其实也没问题啊，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也不担心。今天的视频就先这样，下一期视频刷大白走电处理地面。因为原本的电路搭得特别乱，然后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这一集先把电路给它处理了。搭电还是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啊，搭不好的话也会有一些隐患，所以这一期就找了一个外援。但是我们改造小院的宗旨是能省则省，能蹭就蹭，所以这个外援其实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有电工证的，主要是朋友免费是吧？也就弄完了，一起吃个饭喝个酒，还能联络一下感情。先把原本的电路断了，然后把墙上的电线、灯头、开关全部去掉。这个吊扇至少有20年的历史了吧，可以翻新一下，给它重新挂起来。全部去掉之后已经没有电了，但是我们要打电锤，所以先接个插座出来。因为这个是老房子，所以它墙体里面是并没有线管的，所以我重新走线也只能走明线。买了一些塑料线管，然后把线从管子里面插过去，再钉到墙上。钻好孔之后，确定一下线管的长度，然后开始切割线管。这样做上去肯定是没有埋在墙里面美观，但是这种方式其实是现在最优的一个办法，因为现在去凿墙也不现实啊，所以先做一下基本处理，然后后期想办法用软装去做美化。这是开始穿线，要先把线穿好才能往墙上钉，不然钉好了再穿，这个就根本穿不过去了。穿好了之后就可以让管子上墙。这一次一共是安了7个灯，3个开关，2个插座。走廊是每一个格子一个小的吸顶灯，房间里面都是2个吊顶的 LED 灯，这是在安装插座。每个房间只有1个插座肯定是不够用的，但是如果要在墙上多安2个的话，这个线管就得走得更多，那样会更丑，所以就只先安了1个，等到时候做软装，从插座上面接线排，或者直接把插座改成线排就行了。现在是要先接一下电，接了电之后才能去安灯的开关啊，不然你是没有办法知道哪根是火线哪根是零线的。这就是开始钻孔打膨胀，然后把吸顶灯给它安好。
现在的 LED 灯安装起来都比较简单，它不用分火线、零线，而且这种顶灯是有一个小的卡子，先固定卡子，然后把灯给它卡上去就好了。里面的吊顶灯稍微复杂一点，但是原理也一样啊，先打洞，然后固定膨胀，再把卡扣给它拧上去，最后把灯吊起来，然后接电。把灯吊好之后，这一期视频就结束了。上一期视频应该是处理墙面，把洞全部填了，然后墙面整体重新刷漆。这是把线处理之前的样子，这个是走廊，这些线看的强迫症都犯了呀。重新处理之后，这个对比还是非常强烈的。这一集总花费是108元，朋友免费。我今天不算水视频了，对吧？今天是当大冤种的一期。上一期视频我不是用线管子走了电线，然后装了走廊和房间的灯嘛。当时视频发了之后，我还想得挺美，下一期视频我就可以处理墙面了。但是上期视频发了之后，很多的观众朋友就在说，但是视频里面这个时间线我还没有想着去返工，把线管换成线槽，而是想着怎么把线管让它更好看，所以还美滋的在填墙，把墙上原本的开关插座去掉，用砂浆给洞填起来。我想了很久，想到我们家里面的线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它埋在墙里面，表面看不到，对吧？所以我就想着我用石膏把线管直接给它埋起来，在埋的时候就从两边往管子中间走，给它做成一个山峰的感觉，最后再用画画去加深山峰的造型，这样就变成了墙面上一个凸起的山峰。这样出来的效果其实是没有毛病的。但是在我埋了之后，我就想到一个房间最少得有2根墙面上的线管，那如果每面墙都去做一个山峰，这样对比起来可能看着就会有一点怪。而且这件事儿其实从最开始就走的有一点偏，大家最开始是觉得线管没有线槽好看，但是我就把这件事情复杂化，想着怎么让线管更好看，而没有选择去返工。其实返工的复杂程度是远低于我去处理这个线管的。所以在把线管全部埋完之后，仔细想了一下，还是选择返工，然后就把上一期安的开关、插座、线管还有灯全部都重新拆了，还有我刚做好的山峰也是直接拆掉了。最后的处理办法就是，别说线管，线槽我都不用，我直接给墙面开槽，把线直接埋到墙里面去，这样就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上一期大家还在说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的线可能用的比较小，而且没有地线，如果用大功率设备的话，可能会后期出现问题。其实这个各位观众朋友不用担心啊，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最早就已经规划好了。因为这2个房间，一个房间是拿来休息娱乐的，还有一个就是工具房，可能外加一些拍摄，其实就是正常的家用。我用的是4平方的线，这个已经完全够用了。后期大功率设备会重新从总开牵专线到另外的房间去处理，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还有一些观众朋友在说我这个电线没有很好的区别火线、零线，因为颜色都是一样的。这个问题主要是我这个电线是蹭来的呀，所有的线就只有一种颜色，所以就没有办法在线上面去区分。但是我在安装的时候也是用电笔打了火线、零线的，而且现在都是交流电，所以家用一般来说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天花板它是水泥板，所以没有办法开槽啊，里面有钢筋，最后还是用了大家说的线槽，用线槽去连接灯。第一遍是安歪了，然后又安了第2根，
经过这一期视频，我发现这个院子的改造工作靠我自己是完全不行的，必须靠各位观众朋友。所以大家有任何建议想法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然后我去实行，从零开始改造农村小院儿。各位观众朋友都是进行股东啊！现在就等花浆干透，然后开始给墙面刮腻子，再刷上乳胶漆，然后去处理地面。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想法就可以开始留言了。但是今天先不改造，简单收拾一下院子，顺便和大家聊一聊改造小院这件事儿。视频稍微有点长，有兴趣的话可以耐心看完。先从最开始说呀，现在关注我的朋友应该都是老观众对吧？都是看我做修复解说，然后又听到我说自己要做修复，所以才关注我这个号。我做修复解说是从2020年年底开始做的，那时候我还是一位纹身师，因为平时的空闲时间比较多，所以当时就想找点事儿干。那时候非常流行影视解说，然后我自己也特别喜欢看，我又喜欢看修复视频，但是在网上并没有看到过解说修复视频的，所以我就开始做了。当时确实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朋友愿意看，慢慢的关注也越来越多。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我是什么都不懂的，各种机器不认识，然后步骤也不懂在干什么，还有什么药水这些啥都不知道。老一些的观众应该都还记得这个时期，当时是为了不去误导观众，所以我才开始学这方面的知识。其实绝大部分修复的知识都是各位老观众一点一点的在评论区给我科普教学出来的。后面为什么会说要去改造小院儿，其实就是因为当时关注的朋友越来越多，视频的播放也很高，发一个视频就是几百万上千万，而且那时候网上就只有我一个人做这种修复解说，所以当时评论区的戾气其实是比较重，反正就是各种喷，甚至还有人私信骂我。这个时期有一些老观众朋友应该都还记得，最多的就是当时在评论区说你只会解说别人的视频，有本事自己做，或者喊我闭嘴之类的。然后有一些老的观众朋友也想让我自己去做一下修复，所以大概在21年的4、5月份吧，我就在视频里面说我要自己做修复，然后在6月份就租了一个顶楼的小房间，买了很多的工具还有拍摄设备，就开始自己做修复。到9月份发了自己的第一个修复视频，就是那个油灯，然后到年底一共发了4个，本来说的是最少发5个，所以还欠各位一个惩罚。因为当时做修复的房间是在居民楼里面，而且在顶楼，有时候修复的动静其实蛮大的，特别是用砂轮机之类的。后面楼下搬来了一家人，所以就只能被迫搬家。然后当时我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在视频里面说我要找个农村小院来改造，然后做修复手工。而且我从小就是在农村长大，所以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农村生活的。到现在为止，我也认为在农村有一个院子肯定比在城里面住楼房更舒服，只是说方便性要差一些。所以当时想的改造小院其实也不纯粹说只为了做修复，然后后面就一直在找合适的农村小院。在22年的6月份，总算找到了一个还比较满意的小院，租下来了。但是那时候我老婆已经怀孕5个月了，然后成都又经历了限电、爆热，然后口罩反复等等一系列的事情，所以就一直没有正式开始。年底孩子又出生，又去照顾孩子去了，所以就直到今年才开始正式的改造。到现在为止已经发了几个视频了，但是其实就只是做了一件事，就是处理电路，然后还出现了很多问题，又做了返工，结果返工之后还有毛病。这样一看，我和网上其他的改造博主或者
手工博主对比一下，我就显得有点不专业。确实我自己对于装修家装这方面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现在仅存的一点知识其实都是碎片游览的知识，然后自己真正的动手去做和想象的也是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其实我自己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儿，本来人也不可能什么都会，所有的知识还有技能其实都是一点一点学习出来的。对于我自己来说，改造小院本来就是我想去学的新东西，做的新事情。其实从做修复解说到自己拍摄，到现在改造小院，我最开始都是什么都不会，都是一点一点的去学。很大一部分知识其实都是各位观众朋友给我的，慢慢的给我科普教学。现在开始改造小院了，我也会去学这方面的知识，慢慢的提升自己的动手能力。在小院还没有住之前，其实我就是这样想的。各位观众朋友当精神股东，看视频说你们的建议想法，然后我来实施一些其中比较好的想法，慢慢一起见证一个农村小院的变化。做好了之后，大家也可以来喝酒聊天，一起玩。还有一件事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改造小院的进度比较慢，这个其实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就是我的时间确实没有那么多，不可能整天都在小院儿，因为我还要做修复日记那个号，然后孩子也才刚4个月，也得照顾一下孩子，毕竟还得有个正常的家庭生活嘛。所以我一般都是中午吃了午饭去小院儿，然后弄到6、7点钟就回家做修复日记这个号。而且改造这个小院我是并不想请人改造的，就像最开始走电路，如果请2个师傅，其实1天就搞完了，然后自己去搞好了又返工之后又出现毛病。我其实也不说是为了节约，就是单纯的想自己动手，这样成就感更足，最多也就是喊朋友来一起帮忙。还有一个慢的点就是现在确实没有理顺，因为我现在想的就是我要把院子基本的收拾出来，再开始慢慢的去改造，所以最开始就走电收拾2个房间。今天是因为刮了栗子没办法刷漆，所以就顺手的收拾了一下院子。还有要说一下，就是这个院子毕竟是租的，所以我改造还是会尽量偏向于软装改造，至少不租了或者出现什么问题，我这些东西可以带走。硬装方面其实不会动太多的东西，然后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会放弃啊。虽然我可能有一点割，但是小院的改造一定是会持续下去的，1年弄不好就2年，2年弄不好就2年半，迟早都会做出来的。还有最后说一下上一期电线的问题，因为返工之后我没有套管就直接埋进去了，当时确实没有想那么多，然后这个房子原本的电线就是这样埋的，所以我就跟着埋进去。在视频发了之后，大家在说这个问题，然后我也去问了一些专业的师傅，一般来说这样埋3、5年是不太可能出现问题的，如果出问题到时候就重新走明线走线槽，所以电线这一部分就暂时这样。其实墙里的线也就管2个房间的灯，还有几个小的插座，大功率的电器会单独拉线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今天这个视频并不算是改造，只是为了和大家聊一聊，所以专门做了一个这样的视频。说完了之后，今天的视频也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愿意听我一个人在这说。最后收集一下建议，大家觉得我现在收拾的这个……大家好，我是微金，这一期又是叫了我有劲儿的朋友过来，帮我一起把整个院子收拾出来了。整个院子里面因为有很多的砖头、野树、杂草，还有各种垃圾，甚至还有1、2吨沙子在里面，然后每天都要去工作室，看着就非常糟心，所以为了看着更舒服一点，就先做了一遍收拾。这个院子后期其实也是会大改的，不管是墙面还是地面，到时候都会改造。这一次主要是处理杂草、垃圾，还有这2棵野树，
大家不要又开始说这是围巾的打扫日记啊！其实上周干了很多事情，只是因为时长的原因，所以把所有的素材分成了2个或者3个视频来发。今天这个就主要是处理院子的一个过程，最麻烦的就是现在处理的这一堆，因为大概有1吨多2吨沙子在这儿，然后后期改造也有可能会用到沙子，所以就把它从院子里面堆到了院外的墙角。这2棵树是直接把根都挖掉了，它并不是房东自己种的呀，而是因为太久没住人，不知道从哪儿飘来的树种，就在这儿生根，然后长大了。因为它也没啥造型，而且占的空间非常大，有这个树在这儿就看着比较压抑，所以就直接给它挖掉了。第1天干的时候，我们2个人可以抬着这个桶走，第2天就只有我1个人了，所以搞了一辆小推车。你们不要觉得是我虚好吧，这个沙子虽然说1桶都没有装满，但是真的非常重，因为它是湿的，就装这么多，大概就是100多斤，扛着走个50-60米，各位观众朋友应该都行，但是抱着个50-60米，你们还行吗？再把沙子搬空之后，这个树的根是长到里面去了呀，所以把根挖了一下，给它断了。院子里面还有很多的红砖，我后面会在院子里面去修一个花坛，到时候会用到这些砖，所以就先暂时给它堆起来。还有就是这一棵老树看着非常乱，但是后期会修花坛，到时候可以把这棵树包进去，所以就没有给它锯掉，只是做了一下修枝。再把这些处理好了之后，最后就是收拾了一下墙角还有地面缝隙的杂草，然后整个院子的杂物全部做了清扫的处理。上一期视频，很多观众朋友在说扫地灰尘那么大，但是我没有戴口罩，这样我就是一个人形的吸尘器，所以这一次一步到位，直接把防毒面具戴上了。但是防毒面具只有1个呀，所以我的冤种朋友就只能戴口罩。下次我争取在工作室多配几个防毒面具。地面清理好的第2天，刚好就下了一点小雨，所以就顺便给地面做了一下冲洗。这个都不算冲洗啊，因为水太小了，后期肯定得配一把高压水枪。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收拾前后的对比。今天有这儿的工具人朋友又在，又是他和我一起收拾。因为1楼的2个房间在刷墙和处理地面，没办法一次拍完，就趁着空余时间处理了一下偏房。因为大家也知道，在做木工的时候，其实会产生大量木屑，在室内是不太方便的，
所以我就准备把这个偏房做成一个专用的木工房。今天也只是简单的把这个房间做了一下清理，先当成杂物间用。等1楼2个房间处理好了之后，就把这个房间的东西搬过去，然后再改造成木工房。因为1楼有2个房间嘛，一个房间是用作休息娱乐的房间，还有一个房间就是专用的工具房。说到工具房，给大家剧透一下呀，这个工具房是我到现在为止做的所有规划里面我最重视的一个点。从最开始的想法到设计，然后去各种参考，其实已经弄了很久了。我要做一个男孩子都不会拒绝的工具房，梦中情房。所以其他的地方现在暂时都只是收拾，只有等工具房做好，把所有的东西都理顺了之后，然后这些都会慢慢改造。木工房还有院子还有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上一期视频大家说的院子里面的水泵，到时候也是会重新去修复的。大家在最开始的2期感觉进度比较慢，但是其实大家发现了现在的进度已经是明显的快起来了。现在就是在把院子里面还有走廊上面堆积的东西先全部搬到木工房里面去，这样看着整个院子会更舒服一点。我在前面的视频也专门说过，改造这个农村小院，所有的观众朋友都是精神股东，有任何建议想法都可以留言，我会去选一些好的想法来实施。就是现在搬煤炭的地方，在前面有一期视频聊日常的时候说了一下，征集了大家的建议。说的最多的就是把这儿做成一个专门喝茶的地方、休息的地方，还有就是放木工设备或者声音比较大的设备。但是现在有专门的木工房了之后，大概率就会被改成一个休息的地方，因为院子里面会做花坛嘛，赏赏花、逗逗娃、喝茶挺好的。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更好的想法，也可以留言。最后我就是把厨房里面放着的这些箱子全部也攒到了杂物间去。这些箱子里面大多数都是工具，还有一些用于修复的东西。最下面这个黄色小车，老观众应该还记得呀，我的第2个修复还是第3个修复。东西搬完了之后，最后清扫了一下走廊，5.5级的视频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大家记得点赞、关注、留言。下一期视频应该就是处理房间墙面和地面了。说了1个月的刷墙，终于开始了呀！这一期视频间隔时间挺长的，所以工具人朋友也是断断续续的在。我们先刷的是堂屋，因为堂屋会做成一个休息娱乐的房间，所以就刷了一个最正常的白色。为了墙面看着更干净，所以这个漆也是填填补补刷了好几遍。我这种直接在原本的墙面上去刷漆其实是不太规范的，大家如果在家里刷漆的话就不要模仿了。正常的家庭刷漆其实是应该把原本的大白全部给它刮掉，然后再去涂墙固，再挂网、刮腻子，最后才是刷漆，这样出来的墙面才会更牢固，使用时间更久。我这个纯粹就是为了省事儿。在把墙面刷好了之后，我把踢脚线和地面都做了清理，准备开始给地面贴皮。可能有一些比较眼尖的观众朋友已经发现了呀，踢脚线上面有线槽。每当你说了希望不会发生意外的事情，那么它就一定会发生意外。这一期先不给大家说这个事情，下一期好好的给大家讲个故事。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说
扫地的时候灰尘很大，所以这一次就换成了吸尘器来处理余灰。为了到时候贴出来的贴皮更加的平整，我也是专门用刮刀刮了地面上一些凸起比较大的残留。在把堂屋全部处理好了之后，开始给工具房刷漆。因为后期工具房拍摄视频的时间会多一点，所以我刷了一个灰色，不会像白色反光那么严重。其实工具房刷什么颜色的漆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后期墙面都是会挂板，然后挂上各种的工具。我只是为了颜色更统一，所以费力的去刷了一遍。这儿我是尝试了一下漆枪，发现效率不够，而且还发生了一个意外，这就是墙面没有挂网，粒子在墙面上挂不住。短期使用的问题不大，但是长期使用的话，墙皮很有可能脱落。所以如果是家庭改造，为了长期使用的话，一定得挂网涂墙固。我这是重新刮了一遍粒子，再去补漆。刷墙其实是一个很有技巧的工作，像我这种就属于没有技巧。正常的刷漆其实是从上到下依次规范的去走，然后后期再去做填补。我这种就会造成有一些地方刷的比较厚，但是有一些地方又没有盖住，又需要后期填补，这样漆就浪费的比较多。在把墙面的漆全部处理好了之后，也是处理踢脚线还有地面。这一期视频最累的地方其实就是处理踢脚线和地面了，我这个老腰是真的受不了了。其实最开始是把踢脚线还有地面都包起来了的，大家也看到了，但是后期发现包不包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了，本身这个踢脚线和地面都有很多的油漆残留，只是大家如果在干净的地方刷漆，那就一定要给它包起来，包了之后会减少很大的一个工作量。最后也是重新的去处理一下地面。这一期视频就是把2个房间的墙面还有地面加踢脚线全部处理好了。下一期视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从最开始改造就已经开始了，这东西连写剧本都写不出来啊。上周我在把墙刷好了之后，打开了电闸，然后又开了灯，结果墙炸了，真的太离谱了，所以只能重新购买了线槽、电线，重新返工。咱们边做边说，捋一捋这件事儿。看过前几期的观众朋友都知道，咱们改造小院的第一步就是为了安全，所以先选择重新走了电线。第一遍是用的 PVC 塑料管，把1楼的2个房间还有走廊都是走好了的，也装了灯开关。但是在那期视频发了之后，很多观众朋友就在说，这个问题其实最开始是因为我和我朋友都不知道线槽这个东西。工具人朋友虽然说他有电工证，但是他也不是做家装电工的。我们都知道线管，所以就采用了线管。在大家说了之后，我去对比了一下，不对比的时候其实我还觉得线管挺好看的，但是对比之后我的强迫症就发病了，所以就开始了第一次的返工。但是我当时脑子一抽，想着既然都要返工了，为啥不把线埋到墙里面去，所以没有用大家推荐的线槽，而是直接在墙面锤出了槽，然后用砂浆就把线埋进去了。然后在那期视频发了之后，几乎所有的观众朋友都说这样安全隐患很大，而且出了问题没有办法维修。但是我当时想的是已经做好了，就先暂时用着，等坏了再换成线槽。我甚至还专门发了个视频解释了一下，只是万万没有想到来得如此之快，都还没有过头期就来了。
果然不出意外的话，那么意外就一定来了。在上周把漆刷好了之后，我就开始安灯，接好进出线、开关，然后就去开闸，然后墙面的线就炸了，墙都被炸开了，真离谱啊，太离谱了，家人们！你们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吗？我当时还在想，基础改造终于完了，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东西了。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墙，我就沉默了。最后去排查了一下问题，把墙面敲开看了一下，发现是因为短路，然后铜线产生高温，有一些地方都被烧黑了，所以就有了这一期大冤种视频。希望在今后改造小院的道路上，返工的事情能少一些吧，至少也不能在一件事情上面返工2次啊，对吧？这太离谱了。而且在发生问题的时候，墙面的漆都已经刷好了，所以就没有去挖原来白嫖的线，因为埋在里面了，去挖很麻烦，而且也费时间，挖出来又不一定能用，所以就让它沉睡在墙里吧。果然，白嫖的东西总要付出一点代价的。我又拿出了我的私房钱，买了新的电线。这一期视频主要就是重新走了线头，换了所有的开关，走了电线。视频开头就是在墙根钻了洞嘛，因为我仔细想了一下，如果线头全部在墙顶或者墙面上，看着其实是不太美观的，所以所有的线头我都是绕着2个房间的踢脚线去走的，这样看起来更规整一些。还有就是把墙上原本安好了的开关插座全部去掉，重新填平了，因为走了线头，这些都得换。在这一周返工的间隙里面，我不止一次的想过，当初为什么不听各位观众朋友的话？我真的想给当时的自己2个大逼斗。我从这件事就证明了，以后一定要听精神股东的话，不要擅作主张。这一次做了之后，这个电线应该是不可能再返工了吧？再返工我就疯了呀！大家其实已经从刚才的视频里面看到了，工具房的地面已经做了一些贴皮。其实这一周返工也不光就做了电线，还做了一些其他的东西，进度推得还是比较快。到这个视频发了之后，基本的工作算是处理完了，可以正式开始改造了。顺便再征集一下各位精神股东的建议。工具房其实已经贴了贴皮了，就相当于地面已经做好了，但是这个娱乐房的地面还没有想好怎么做。我觉得那个贴皮贴上去之后，其实质感不是特别强，但是重新去把瓷砖给它弄掉，或者去贴瓷砖搞木地板，这个工作量就太大了呀。我应该是会去做地平漆，但是下一步的首先工作是先把工具房整出来，把我的所有工具分类，这样改造起来就更方便。工具房下周肯定会开始做，但是可能下一期视频不一定是发工具房，因为改造工具房的时间肯定会花费比较久。现在开关插座安好了之后，这一期冤种视频终于结束了呀！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煎熬。线头确实比线管美观，而且安装起来更简单，但是我看着线头就伤心呀。这是最后的一个开关，安好了之后，电路返工就算是做完了。大家可以欣赏一下基础改造前后的对比。这是原本的堂屋，其实现在都不算改造，只是做了一下整改，墙面、电线、堂屋的地面都没有处理。
但是看起来区别其实还是蛮大的。这是原本的工具房，这样对比起来还不错。在视频片尾还有一个小彩蛋，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今天处理1楼2个房间的地面，其实原本2个房间都是有地砖的，但是地砖表面有很多根本就去不掉的东西，而且它这个颜色我也不太喜欢。但是重新把原本的地砖撬了，或者去贴木地板，这个不现实啊。所以我听了观众朋友的建议，花了300块买了 PVC 的地胶，这个价格确实不算贵啊。300块买了20平，这个房间其实只有12平，但是我不太想去裁剪，所以就重叠的贴了一部分。其实都不算是贴，就是给它裁剪好尺寸放在地面就行了。因为这种地胶其实非常重啊，只要你不是专门去拉扯它，它是不会移动变形的。你在上面走是不可能把它走到变形，所以就不需要给它贴到地面上。我最开始其实也想过地平漆，但是后面发现地平漆的味道比较大，毕竟是在室内，而且这个堂屋连窗户都没有，所以就放弃了。这个地胶我选的是淡黄色，因为这个房间会做成娱乐房嘛，所以我想把它弄得温暖一点。我现在最烦的就是这个黑色的踢脚线，它和温暖就完全不搭边啊。但是我前面考虑了一下，我把这个踢脚线去掉，那么线槽又得重新调整，我绝对不会再返工线了，绝对不会。所以等后面改造娱乐房的时候，给踢脚线上一下色吧，改一下颜色应该就好了。现在娱乐房地胶处理好了之后，开始处理工具房。工具房的地面其实在电线还没有走完就已经贴好了，只是一直没有发，等着把娱乐房贴好一起发的。其实工具房这个地贴也挺冤种的，它是我刚租了这个房子，22年的6月份，然后就买了，价格特别贵，花了700多块钱，当事人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当时为啥不买地胶呢？这个和地胶的区别就是它背面有胶，把纸撕掉之后可以贴在地面上，然后比地胶要稍微厚一点，但是这个价格太贵了呀，贵一半，而且贴起来也比较麻烦，不像地胶直接铺上就好了。自从我上个月正式开始改造小院之后，到现在，我发现了一件事儿，我看的那些改造博主、手工博主都是2、3天一更，但是自己做起来完全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自己拍、自己剪、自己做，还要想内容，而且有些工作特别繁琐。我除了每天剪辑催眠日记的视频，还有陪一下女儿正常的生活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在做这边。1周一更我都累得跟狗一样，所以我得想办法调整一下视频内容，尽量做到3、4天一更吧，不然确实太慢了。这一期就是把2个房间的地面全部处理完成，这是最后的一块，大家可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这个是堂屋，这是最开始的样子，上一期视频很多观众朋友都已经看过了。这是处理了地面、墙面、安了灯之后的效果，这个踢脚线确实太突兀了。观众朋友可以给一点建议啊，在不动线槽的情况下，怎么改变一下踢脚线？这是工具房之前，这是处理之后，其实还不错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大家记得点赞、关注、留言，
我每个月还要付租金，我自己还没有待几天，然后地上这些千足虫每一天就在院子里面来回爬，而且最主要的是，从我开始改造以来，这些千足虫就越来越多了。我怀疑他们有一个侦察兵呀，看到一个大冤种来改造小院儿，就回去通知了亲戚朋友，喊他们都出来逛一逛。但是我真没有想到他的亲戚朋友能有这么多，所以没办法，用上了化学武器。希望这一波能给他的所有亲戚朋友全部送走。把亲戚朋友处理好了之后，这一期视频就主要是处理围墙，因为这个围墙的年龄挺大的，20多岁了，所以它墙面的水泥有很多脱落的地方，看着非常的不美观。而且后期肯定要给围墙刷漆，再整一点花花草草，所以就先把墙给它补了。补之前先用万用宝铲一下松动的墙皮。原本这个墙面其实用的是水泥，但是我就只是补一下，去用水泥的话就比较麻烦，还得专门去买沙子，所以我就直接买了砂浆，按照比例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上墙，也不需要像刮水泥一样，湿度不够还得给墙上去喷水。趁着刮墙又和大家聊一聊，大家看我改造小院肯定和看其他的改造博主完全不一样，其他的博主都非常专业，可以让大家学到很多知识，但是看我的话就正好相反，就别说专业了，我天天都抄评论区的，所以其实是你们在给我带来知识。这个问题主要是我确实不像是其他的改造博主或者手工博主曾经有过接触或者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我就属于完全没有接触，不管是从事的工作还是学的东西，和改造小院就完全不搭边。我之所以改造小院，其实就是觉得现在还挺年轻的，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儿，所以就凭着一腔热血开始了。我现在就真的是做到哪一步我就学到哪一步，所有的东西都是现学现做的，大家可以当成是一个真人版的养成游戏。我现在就属于刚出生在新手村，大家多操作，这样就有经验了，等级就越来越高。这一次刮砂浆我是刮了2遍啊，因为技术不到家，第一遍刮死活都刮不平，所以在第一遍干了之后，我又用刮刀把比较糙的地方刮了一下，然后去拖了第2遍。第2遍看着总算是稍微平一点了。其实这一期刮围墙并不是一次性做完的，我主要还是在做工具房，但是做工具房需要很多东西，都是在边做边等东西到，所以其实就是有空我就刮一下，然后工具房可以做了就做工具房去了。再把整个墙补好了之后，我又重新清理了一下院子，围巾的打扫日记又开始了呀。我现在比较烦的一个点就是这个院子的地面，因为它是不平的，只要一冲水就一定会有积水，但是我又不是特别想用水泥去重新平一遍地面，这就到了大家操作给经验的环节了，大家有想法可以留言。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结束了，这个周末应该还会有一期，可能是工具房吧，但是不是全部，就是一部分。工具房全部做完肯定得1个月以上了。感谢各位的观看，大家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这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从正式开始改造小院到现在，
已经快2个月的时间了，把整个小院做了清理，1楼2个房间刷了墙，走了电线，处理了地面，总算是把基础性的改造做好了。所以今天终于可以开始做我想象中的工具房了。工具房这个事儿其实还没有正式开始改造小院之前，我就已经在设想设计，然后各种参考。这个真的就是我梦想中的一个东西。这种上世纪的农村老房，它的房间其实都不大，这个房间大概只有12平不到13平的样子，它的宽度是3.35米，长度是不到4.1米，所以为了更好的空间利用率，我就想着先沿着墙给工具房做一张大桌子，买了金属膨胀角钢，通过给墙面开孔，这样去把角钢直接固定到墙上，再去焊接一个框架，最后再放上桌面，这样就有了一张长3.35米、宽90公分的大桌子，看起来其实也会更加美观，然后桌子的稳定性也会更强。我唯一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墙面确实比较老，如果后期桌子承重比较高了之后，膨胀会不会爆掉？应该是不可能吧。左边安装角钢的地方有一个插座的线槽，所以得把角钢从中间给它分开，把线槽的位置留出来。我是先用了角磨机做切割，然后觉得角磨机有点慢，所以换成了马刀锯。结果在使用了几次马刀锯之后，我就后悔了，因为马刀锯的锯条比角磨机的锯片贵，而且它对锯条的损耗其实挺高的。我只切割了3次，这个锯条就没法用了，亏大了呀。在桌面下面我也钉了几根小的角钢，这个位置会放一块更小的桌面，用来收纳，放一些比较常用的东西。再把所有的角钢都上墙之后，就开始焊接框架。今天这一期视频就是做了整个桌面的框架。观众朋友也知道我的动手能力确实比较一般，所以想把脑子里面的东西具现出来，这个过程不是特别的顺利。虽然大家从视频里面看起来我做的好像还挺顺利的，是吧？那是因为不顺利的没有给你们看呀。现在就开始焊接外框，全部都是用的不锈钢方管，外面这一根是3.35米的，然后2根支柱，还有3根横梁。后面在安装桌面的时候，我还会给整个框架焊接一点扁钢，增加整个结构的一个稳定性，也能更好的去固定桌面。在做这个视频之前，我是从来没有玩过电焊的，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所以甚至还拍照留念了一下。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大家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这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最后祝各位周末快乐，下期再见。开孔完成之后就可以焊接到钢架上面，这一次焊接总算不是第一次了呀，咱们也是第2次玩电焊了。除了眼睛痛之外，其他的体验都非常不错。然后开始处理桌板，桌板是从网上去定制的，我本来想要的尺寸是335/70，但是这种板材一般都只能做到2.4米，所以就被做成了2块，还专门多留了1公分用于调整，因为这种东西可长不可短嘛，长了你可以
调整，短了就没办法了。这个黑色的板子是 EVA 的泡沫板，因为我要把所有的工具都上墙，所以做的比较厚，有5公分。我还要在泡沫板上面做一个盖板，盖板上面可以当置物架，放一些空的工具箱，下面我会安装一条灯带，这样整个工具墙会看起来更加美观。但是这一次翻车的地方就在这儿，现在是在钻孔打膨胀，固定托架。这一次托架买少了，所以在右边装了一根角钢。装好了之后，我把整个工具房做了整体的清理。清理了之后，我把桌面、泡沫板都放上去，看了一下整体效果，然后就越看越不对劲儿。而且在做这一部分事的时候，我的电锤还没有到，所以用的是手链钻。手链钻在打有一些材料的时候，它是打不动的。本来我是非常整齐的去排列了4个托架的位置，但是在开孔的时候，有些地方打不动，就不断的转移位置，导致在墙上打了很多孔，然后4个托架排列的也非常的不整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泡沫板和托架中间有间隙，看起来就有点不太治愈强迫症啊。我最开始设计是盖板和泡沫板是齐平的，这样看起来更加舒服，所以做到这儿强迫症就真的受不了了，最后还是选择重做。我先把墙上的洞全部做了填补，然后卸掉了托架，因为我又新买了2个托架，所以我会重新非常整齐的去排列。去掉托架之后，我想先把泡沫板给它切出来，因为这个插座肯定是要露出来的，所以我先量了尺寸，然后按照尺寸去把泡沫板切割。结果没有想到这儿也翻车了。我最开始还没有想到是什么原因，切好了就完全对不上去。我当时看到对不上去，我都懵了呀。然后我就开始回想，到底是哪儿发生了问题。最后想到，我为了更好的对齐，预留了一点尺寸，但是这种开孔是完全不能预留尺寸的。你只要预留尺寸，两边的尺寸都会错，所以没办法，又只能新买了一块泡沫板，这是重新刷了一下漆。最后我是把所有的板材做了表面打磨，然后涂上了木蜡油做保护。这个是砂锅机，这一次我买的板材全部都是松木，厚度都是2公分。又到了各位精神股东支招的时候了。其实上面的盖板我不是特别想用托架的，因为就算是板材和泡沫板贴合了，但是板材下面的托架还是能看到。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让支撑板材的东西隐藏起来？其实我最开始还想过用角钢，但是如果一排角钢光用螺丝去固定的话，这个承重应该是不够的，板材很有可能脱落。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现在是要翻面，这一次我用的木蜡油是透明的，并没有用改变颜色的木蜡油，因为我想整个房间其实有点暗，用木材就给它用的稍微软一点，这样看着可能会更舒服一些。现在打磨另一块，桌面和上面的盖板不是被分成2节了吗？我后面会重新把它们拼接到一起。其实最开始在购买木材的时候，我应该多留个3-5公分的，这样就可以做燕尾铆，更好的固定。
现在这种长度刚好的话，就只能用木销钉去固定了。其实在发这一期视频之前，我是想过不发的，毕竟是翻车，对吧？显得非常的不专业。但是我最后想了一下，我本来就不专业啊，完全是一个小白，所以翻车其实很正常，对吧？今天是周六，所以在这儿祝各位观众朋友周末快乐。今天的视频也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希望下一期不要翻。经过了半个月的时间，我终于是把工具上墙这一部分处理好了。因为上一周没有更新，所以有朋友就给我发私信，问我是不是又懒癌发作不更新了。其实并没有，就单纯的是这一期耗时比较长。这是把置物板做一下拼接，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这个长度太长了嘛，所以被分成了2块。我用了木销钉稍微做了一下拼接。这种拼接其实木销钉它是不够稳的，因为一边太长了。最好的拼接办法还是燕尾铆，但是我这个长度是刚刚够，所以就没有办法做燕尾铆。这是用修边机开了一下槽，这块板子就是桌面上面的置物板，因为我要加装韧带，所以专门开了一下槽。然后我又把看得见的这一面喷了黑色的油漆，这个其实是一位观众朋友提醒我的呀，这样可以和黑色的背景板更搭。这个托架也是喷了黑色的油漆。这一期我的电锤终于到了，不用再拿手电钻去打墙，至少不会把整个墙打得到处都是洞了。可能有一些细心的观众朋友已经发现了，这个托架其实我也是做了更换的。上一期我用的托架我感觉稍微有点厚，所以换成了更小的。现在又要给 UVA 板子开槽了。上一期我开废了一块，这一块板子240，稍微开错一点240就废了，太冤种了。还好这一期没有翻车。其实这一期之所以耗费时间这么久，就是给板子开洞。开这个洞都还好，因为它是方方正正的嘛，但是要把所有的工具全部放到这块板子上面，所以每一个工具都需要去开洞，这是最麻烦的地方。我真的是挖这个洞都差点给我挖吐了。我算了一下，就只算干活的时间，我挖洞至少挖了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的样子。因为这个洞虽然说我工具还是蛮全的，但是跟工具没有关系啊，你就必须得一点一点的挖。这边电动工具部分还好，特别是这些手动工具部分，这个挖起来真的是人都废了。就这块板子我挖了大概10几个小时吧，一点一点的挖。其实我在挖完之后就有点后悔，不是挖完，是挖到一半我就后悔了。我不应该用这种 EVA 的板子，我应该用爆花板或者密度板，直接给它钉墙上，然后再去钉木方，然后再把工具钉到木方上面，这样其实耗费的时间会少很多。主要是我最开始真的没有想到会挖这么久，而且出来的最终效果其实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啊。把洞挖好了之后，我把
原本工作室的动动板也全部上了墙。这一期视频其实整个工具房的改造也是没有全部完成的，还剩一些装饰收尾的工作。下一期视频整个工具房就会全部改造完成。等工具房改造完成之后，这个号更新频率就会快起来了，因为不会再光做改造的视频，会做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去晚上的鬼市买一些老物件拿回来翻新，或者做一些手工，像什么古法养鱼、树脂桌这些，甚至还会有一些生活视频。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内容，其实也可以留言，我能做的我都可以尝试一下。现在是在固定灯带，然后就可以把置物板和托架先给它固定住。这个是螺丝加垫片，其实只需要稍微固定就好了，它已经有托架支撑了。最后一步，因为板子上墙固定住，然后把所有的工具固定到墙上，这样看起来的效果其实还不错，但是没有达到我想象的一个效果，特别是电动工具这一块排列的不是特别规则，说不定我后期会做更换。今天的视频就先这样，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大家这个男人的天堂。大家好，我是维京，今天是工具房改造的完整视频。这是去年我刚租这个小院这间房子的一个样子，大家先把现在的样子记住，然后我们正式开始改造。我先给房间刷上了灰色的漆面，其实这个漆已经是刷的第2遍了。第一遍刷了白色漆，然后把墙面做了填补，只是说第一遍并没有拍视频。这个位置墙皮有脱落，所以用刮刀刮了一下，重新填了一些粒子。等粒子凝固之后，再次刷上灰色漆面。刷灰漆的原因是这个房间可能以后出镜的次数比较多，白墙在有一些情况下是会反光的，所以才刷了灰色的漆面。漆面刷好之后，处理一下踢脚线，再把房间做一下清理，然后就可以开始安装电线。先把所有的线槽固定到踢脚线上面，因为这种20-30年前的农村老房子，它是墙里面没有线管的，所以只能走明线。相对来说，线槽是最优的一个解决办法。这个最优的办法是血和泪的教训啊，翻车翻多了才总结出来的。把线槽固定好了之后，就可以重新走电线。电线我用的是4平方的线，应该问题不大呀。其实工具房里面也不会放一些特别大的设备。线走好了之后，再把2个 LED 灯给它安上。我为了拍摄视频效果更好，所以专门安了2个，这样亮度会更高一些。最后一步就是安装开关，开关是工具人朋友装的，毕竟他有证嘛。但是电工证这个东西和翻不翻车没有必然的关系。线路墙面处理好了之后，开始处理地面。工具房的地面我是贴的地贴，大家不要用这种地贴，又贵又不好弄，而且还会翘边。我是因为这个地贴已经
买了半年了，退也没法退，所以没有办法。地面、墙面、电线处理好了之后，开始做桌子。这是先确定了一下尺寸大小，然后打上水平，开始去固定角钢。固定角钢我用的是金属膨胀，虽然这个墙确实年龄非常大，但是一根角钢我用了4颗螺丝，应该问题不大呀，不会存在桌子做好了以后垮了。现在开始焊接钢架，墙面用的是角钢，然后框架用的是方管。固定好了之后焊接，框架焊好，再焊接横梁和支撑柱。用水平仪保证一下水平。因为这几块桌板是中间有线槽，所以开了一下槽，这样和墙面可以更好的贴合。开槽之后，给所有的木板涂上木蜡油做保护，先用砂工机整体的去做一遍打磨。我用的板材全部都是松木，厚度是2公分，因为松木的价格最便宜嘛。我用的是透明的水性木蜡油。木蜡油涂好之后，先给上面的盖板做一下拼接。因为买的板材太长了，所以是没有整块的，被分成2段，先把它拼接到一起。拼接我用的是木销钉，这种办法其实并不牢固，但是盖板本身会放在托架上面，所以只需要把它固定到一起就好了。拼接好了之后，再用修边机开槽，我要给盖板加装灯带。开槽之后，为了盖板和工具墙颜色更统一，所以喷上了黑色的漆面，然后开始固定托架。托架完成之后，开始给EVA板子开槽。这一次工具房改造花费时间最多的其实就是这个板子，因为要给板子挖洞。在我做完这一次改造之后，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大家如果对这种工具房有兴趣，不要买这种 EVA 的板子，直接买爆花板，给它先钉到墙上，然后再去买一些木条钉到爆花板上面，这样就可以直接把所有工具给它固定到木条上面。这种 EVA 板子又麻烦又贵，而且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你后期如果要加工具上去，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其实我后期也有可能会把这个板子重新改一下，改成爆花板，因为它出来的最终效果其实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呀。这是我原来的动动板，也是全部上墙。很多观众朋友在看了前面几期之后，觉得不应该用 EVA 的板子，应该全部上动动板。确实动动板颜值来说它是最好的，但是它并不是所有的工具都能挂上去的，有一些要专门开模，这个成本就很高了呀。
这是给盖板加装灯带。灯带装好，把盖板先给它固定到托架上面，用螺丝加垫片。还有很多零散的工具材料，我是放了一个置物架在工具房里面。这个置物架其实也是原来的，可能有一些老观众朋友应该还记得。所有零散的、不好摆放的都全部放在了置物架上面。其实我还想有一个柜子，这个柜子后面可能会自己动手做，或者去二手市场买一个回来翻新。现在把 EVA 板子上墙，把所有的工具固定住，其实看着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后期加装工具可能会有点麻烦。这是接一下电池充电器的线，还有灯带的线。我是加了一个开关，这样以后电池充电直接按开关，把电池放上去就可以充电了。专门充锂电池的。我给桌面下面也加了一个灯带，这个灯带的功率比较小，稍微有一点光，就是把桌板也稍微做一下固定。然后我还固定了几个置物架。现在就是整体做一下摆放清理，然后工具房的基本改造就算完成了。工具房改造好了之后，以后的进度肯定会拉快很多。还有就是答应大家的惩罚，后面几期视频其中一个给大家做了，好吧？这是一个小的台钻。最后大家一起欣赏一下改造前后的区别对比。这是改造之前，其实还有门和窗户没有处理，这个就放到后期和其他的门窗户一起处理。这就是改造之后。我的动手能力确实不是很强啊，但是这样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对吧？所以请大家点赞、关注、留言，这是对我最大的帮助，非常感谢各位。后期可能工具房还会做一些微调，加一些装饰或者其他的一些小改动。这观众朋友都知道我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对吧？然后我发现她就非常喜欢看小鱼，所以我就决定自己在工作室给她养一点鱼。专业的过滤打养养鱼我觉得比较麻烦，所以就做了一种古法生态养鱼。这种养鱼办法不需要过滤，不需要打氧，也不需要定期的去换水，鱼缸能自己形成一个生态系统，非常适合懒人养鱼。而且它的制作过程也非常简单，成本也非常低。第一步就是需要一个鱼缸，我今天用的这个缸是工作室房东留下来的一个巨型的泡菜缸，他已经不要了，因为上面这个洞口太小，所以我用角磨机从中间给它切开。我用的这个缸比较大。其实这种养鱼办法它不在乎缸的大小，也不在乎缸是什么材质，只要可以装水就都可以拿来养鱼。因为我这个缸原来是装泡菜的，而且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就用了一些高锰酸钾做了一下消毒。我最开始是想把鱼缸摆在室外，为了防止下雨水灌出来，所以开了一些出水口。鱼缸做好之后就需要第二种材料，鹅卵石。鹅卵石有两个作用，第一就是为了好看，第二就是为了防止火山石会挂上鱼鳞。这种鹅卵石直接在小河边捡就好了，按照你鱼缸的大小去捡。这种鹅卵石捡回来做了清洗之后，最好还是要用高锰酸钾做一下消毒，这样更放心，而且鱼缸的生态会更好一点。这种鱼用的高锰酸钾价格其实很便宜啊，
这么一瓶才几块钱。鹅卵石处理好了之后，就需要用到古法养鱼最重要的材料火山石，因为在火山石内部有大量的孔隙，它能培养对养鱼最重要的消化细菌，也能吸收一些鱼类产生的粪便，这样就可以净化水质，形成一个生态系统。这种火山石也是按照你鱼缸的大小去决定的，把鱼缸底部铺满火山石，然后就可以铺上鹅卵石。铺鹅卵石的时候可以稍微摆一点造型，让整个鱼缸看起来更好看，更加的有层次感。最后一种生态缸的材料就是水草，水草在水里面可以产生氧气，它能让鱼类更好的生长，它也能吸收一些鱼缸内的有害物质，可以让水质保持清澈。摆好水草之后就可以注水，注水完成不要马上就放鱼，先养几年缸，让整个鱼缸形成一个生态系统，然后再去放你所需要的鱼。我这一次放的鱼比较多呀，一共放了20-30条。放鱼之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过温过水，先让鱼适应缸内的温度，然后再把它放进去，这样古法生态养鱼缸就制作完成。这个就是做好之后的样子，不需要过滤，不需要打氧，只需要定期的去加水就好了。我还在鱼缸里面加了几颗鹦鹉螺和苹果螺，因为它可以吃鱼的粪便，这样也是为了让水质更加的清澈。这种养鱼办法不管是材料还是方法都非常简单。在把花坛的主体砌好之后，我用了室外漆把花坛还有院墙的墙面全部涂成了白色。我在砌砖的时候就专门给花坛预留了2个空隙，这个买的是防腐木，我是把一个空隙做成了一个可以休息的长凳，另一边是做了2根木条，会摆放一些小盆栽，比如说多肉或者沙生植物之类的。我中间是没有做支撑的呀，其实我最开始做了一下，但是看着比较丑，所以就把它放弃了。没有中间的支撑，木条确实会弯，但是我自己也试了一下，坐在中间其实不会有一个太大的弯曲，但是这个仅仅是我一个人啊，坐多了肯定不行。长凳处理好了之后，处理另一面的木条也是一样的方式。因为我修了这个花坛比较高，需要的土量有点大，所以就找了一个朋友从工地拉了一些黄土。黄土其实是不适合种花的，我用黄土就是单纯的因为花坛太高，如果全部用种植土，价格会比较贵，所以就想着先用黄土给它填一部分，
然后再在上面去铺专门的花土。还有就是种花的时候挖坑挖大一点，给它多填一点花土再去种。我这个办法肯定是不专业的呀，如果要花长得好的话，最好还是全部用种植土，专用的花土。这是一些爬墙植物还有绣球的老桩子。因为这一次我把花坛修好，其实我没有把整个花坛全部种满花，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成都确实比较热，而且又到了雨季，我又是一个种花的外行，一窍不通，我怕把整个花坛种满，成活率会特别低，这样就亏大了呀。所以我就想着一颗一颗的种吧，慢慢的去做整个花径。这一次修葺花坛间隔了4个月，前后的区别其实还是非常大的。这是之前，这是做好之后。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没有花，所以看着没有那么震撼。后面把花径做好之后，再给大家补上。